目前啊，俄乌双方已经开始谈起来了，双方外长会上呢也谈及了俄乌总统直接见面的可能性。那么，两国总统直接会谈的可能性大吗？俄乌冲突到底有没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金先生，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谈归谈，打归打。目前的态势呢，这个还是战争是占了那个上风吧。这个我估计还是要再进行一段时间的军事博弈，然后才真正的能坐下来。因为现在双方都有这个压力嘛，国内的、国际的压力都要谈，所以都摆出很高的谈判姿态，而且很多第三方也在协调啊。我看土耳其啊，就是出来表态的，你看有印度、阿联酋、以色列、土耳其，然后老欧洲方面也有这种愿望啊。那现在你看，大家第三方做了很多努力，两方也有姿态啊，但是实际上进展很有限。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哎呀，在军事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以前吧，有实质意义的谈判呢，可能还没有出现。因此呢，这个俄乌两国总统的会面嘛，我觉得目前还不现实。到现在为止，好像所有的主要的谈判地点，3轮的谈判地点，都还是俄罗斯那边和乌克兰线下实际商定的吧？你想，如果让到以色列，你看泽连斯基跟普京从现在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飞到以色列去，这个是写小说吗？大家还是要严肃一点，对吧？那比如说以色列，或者就像上次土耳其那种模式，对吧？大家到那边去，外长级的人开个会，或者土耳其的领导人过来做一下穿梭外交这种，以色列要仿效一下，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现有的一些情况来看，以色列也不想卷入太深，对吧？因为有很多事情态势是很明显的。你泽连斯基所在不仅仅是你的演技，你这个个人的问题，就是你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大家值不值得、愿不愿意、想不想跟你打交道，对吧？因为你其实还是要看你这国家自身所具有的实力跟价值。打了快3周了，现在战场上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只要北约，特别是美国没有直接出战，那么从军事上讲呢，应该还是这个力量绝对不平衡的。这个，所以呢，虽然现在的战局有点焦灼，俄军的表现这个不像这个开战之前嘛，大家的这个一般的预计啊，但是呢，基本的事实还是这个军事天平呢对俄军有利啊。再这么打下去呢，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军事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不一定实现啊，就让乌克兰投降，接受俄国的条件，这个目标很难实现。但军事目标，比如说啊，他把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主要城市占领，特别是把基辅占领啊，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仍然是很大的。接下来双方是会继续的谈，从而使得战场处于一种相对的低烈度、相对的平静的状态，还是会转入较为激烈的交火？江先生，对未来的整个战场的包括整个冲突的这个演变，我觉得可能有相对乐观的和比较悲观的两种可能。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排除。一个所谓的相对乐观呢，也就是说以谈判为主轴，以战场来配合这个零星的这种交火和小规模的这样一个冲突，来为谈判做一个陪衬，或者说为自己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筹码，这是一种方式。从过去的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呢，这种迹象应该说表现得比较明显一些。悲观的是，如果有一方觉得自己需要获得所谓的一种战场上的辉煌的胜利来为收场赢得更多的面子，那就有可能发生非常猛烈的激烈的一个交火，而且是最血腥的这个巷战。这种可能性呢，应该说还不能够完全的排除，尤其是谈判如果进行的非常的艰难，我刚才说到了，谈判现在最大的难点就在领土问题上。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而一方又觉得需要争得面子的话，那巷战恐怕就会难以避免。这样一种状态呢，就会使战火延续的时间会延长，同时战火燃烧的烈度也会更大。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展开的军事打击，应该说相对也算比较克制。但是呢，如果大量武器和人员顺畅地通过乌克兰的西部，导致俄方在东部越打越吃力，那么俄方是否有可能加大在乌克兰西部的军事打击的力度？俄方当然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就是更多的人员和物资，包括雇佣兵，包括武器装备从西部进入到这个乌克兰。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这方面，不管是空中还是远程还是陆地这样一个能力去切断这样一种联系。俄方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乌克兰并不是一个小国，尤其它的西部边境这一块与波兰、与罗马尼亚都有漫长的边界线，这一块应该说完全的控制住、封锁住，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俄方对于乌西部地区的这个打击呢，我想呢不会过分的这个激烈。我刚才说了一个是能力问题，还有一个俄方也害怕与北约方面擦枪走火，这种克制更大的程度上，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是限于能力，二一个是基于政治和战略方面。